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群体，明明四肢健全，每天却总想着毁掉自己的手脚五官，因为他们渴望变成残疾人，而且这不光是想想而已，他们往往会付诸实现。大家可别以为这只是开玩笑的，这一群体属于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直白点来说就是有截肢癖，可盲目毁掉自己的部分身体，他们真的不会后悔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体背后究竟暗藏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简称 BRID，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精神障碍。患者对自身的肉体形象与心里所想的形象不匹配。简单点来说，就是他们觉得某个肢体部分不该属于自己，就应该缺胳膊少腿的，甚至失明或者失聪。因此 BRID 患者会感到非常的焦虑，最终决定通过截肢来找到真正的自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截肢保命以及永远瘫痪在轮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痛苦。可到底是什么让 BRID 群体特别渴望这种残缺的感觉呢？据研究人员调查，在以往的医学文献中，大概只记录了200个 BRID 的病例。他们曾经招募了16名患有 BRID 的男性患者，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意外发现 BRID 患者大脑的旁中央小叶有明显不同的神经结构，该区域与大脑其他区域的连接减少了。另外，用于构建全身图像的区域，顶上小叶的连接性和灰质密度也比较低，这表明了神经元活动较少。只有足够的灰质才能建立健康的身体感知。BRID 患者大脑右顶叶区域的灰质越少，截肢的愿望就越加强烈。通常来说，大部分患者在孩童时期会认识一个残疾的人，然后从青春期开始，内心幻想自己截肢的想法就会愈加强烈。最后等年龄大了以后，一部分人就会付诸行动。在此过程中，有些患者会通过佩戴假肢或者使用拐杖、轮椅等工具，甚至故意遮挡住视线来假装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从而减缓内心的焦虑。相反，如果不这样的话， BRID 患者很容易就会出现抑郁的情绪，消极的看待自己的身体，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朱尔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从3、4岁开始，母亲就发现他总是喜欢在晚上黑漆漆的走廊上走路。6岁那年，每当朱尔幻想自己是个盲人，他就感到特别开心。为了促成这一梦想，朱尔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盯着太阳看，因为母亲曾经多次警告他，长时间这样会损害眼睛。在青春期，朱尔购买了厚厚的黑色墨镜以及一根白色手杖，为的就是模拟盲人的感觉。不仅如此，为了日后的生活，朱尔在20岁的时候就完全掌握了盲文的阅读和书写，他正在一步步地向自己的梦想靠拢。第2年，朱尔渴望失明的想法不断在大脑当中涌现，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四处辗转，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助他的心理学家。而失明计划正是从2006年开启，医生先给他滴了麻醉眼药水，然后在每只眼睛里面都滴了几滴下水道清洁剂，随后一部分清洁剂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瞬间就灼伤了皮肤，更不要说他的眼睛了。朱尔痛苦地尖叫了起来，但一想到自己离失明越来越近了，他安慰到自己一切都在慢慢变好。然而当家人发现朱尔眼睛异样后，立刻就带他去了医院。一路上朱尔反复强调这是意外所致。等到医院后，医生试图挽救朱尔的视力，可他非常的抗拒。在院期间，每当睡醒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能看见东西时，他都表现得异常沮丧。不过后来他确实如愿了，因为之前的下水道清洁剂对眼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大概6个月后，朱尔的视力就逐渐减退。根据医生诊断，他的左眼角膜融化、自行塌陷，必须要摘掉眼球；右眼则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和白内障，而且上面还有一道道的疤痕。此时朱尔的家人也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得知这是朱尔故意为之，而不是意外。更离谱的是，眼睛都这样了，朱尔仍然坚持自己不后悔。从此以后，他也和家人彻底的断绝了关系。多年后，朱尔开始攻读教育学学位，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但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盲人过上独立生活。另外，他想提醒其他 BRID 患者，一定要认清楚这是一种心理障碍，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擅自做出自残的决定。克洛伊·詹宁斯·怀特来自美国犹他州，他从小身体健康，却始终认定自己就该是个残疾人。4岁那年，克洛伊跟随母亲去姨妈家拜访，当时姨妈因为骑自行车摔了一跤，正躺在家里休养。这是幼小的克洛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腿上装了支架，他特别想要同款，询问母亲自己为什么不能生下来就拥有。在那时，所有人都一笑而过，认为克洛伊是童言无忌。可没想到，这一念头在他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到了9岁那年，克洛伊骑着自行车从1.2米高的舞台上骑下来，为的就是要折断自己的脚。可没想到，受伤的地方却是在脖子上。
自此，他也意识到了危险，开始沉迷于满足自己的残疾梦。他经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用绷带包扎自己的双腿，假装残疾。另外，他也试图爬树、滑雪，进行一系列危险的运动，希望能够伤到腿。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克洛伊仍然不愿意接受自己健全的四肢，他的终极梦想可是要腰部以下全部瘫痪，永远坐轮椅。因此，克洛伊爱上了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每次滑雪，他的速度都极快，原因很简单，只要足够危险，摔成严重骨折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此，克洛伊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担心他去滑雪，因为他们知道克洛伊滑雪的时候有多么的激进，况且他内心深处是极度渴望瘫痪的。2006年，克洛伊如愿了，他在滑雪过程当中意外受伤，需要佩戴腿部支架。等坐上轮椅的那一刻，克洛伊多年来内心的焦灼在此时此刻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同时，他也在网上搜索了大量的资料，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怪人，他是属于 BID 这个群体。2008年，来自纽约的精神科医生迈克尔·福斯特得知了克洛伊的情况，于是建议他尝试轮椅生活，避免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使自己致残。然而，在2009年，克洛伊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等他醒来的时候，甚至已经不记得撞车前15分钟的记忆了。虽然根据警方调查，这不是克洛伊故意为之，但他承认自己每次开车，脑子里面总会下意识的幻想，有没有可能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发生车祸，然后只要废掉自己的腿就够了。事后，克洛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但还是有不少事情需要他离开轮椅去做，原因是他没有钱在家里设置残疾人通道。对于 BID 患者，迈克尔医生的观点是，让他们假装成残疾人使用轮椅，远比他们自残要好。毕竟残疾是永久的，如果日后 BID 患者反悔，岂不是巨大的痛苦？所以迈克尔会建议克洛伊尝试轮椅生活，测试一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变成残疾的现实。可悲的是，克洛伊油盐不进，在一番治疗过后，他还是期待有一天双腿能够永久瘫痪。在2010年的时候，他甚至联系到了一位愿意把他变成残疾的医生，对方会切断他的坐骨神经和骨神经，可16000英镑的费用让他望而却步，这事也暂时作罢。不过克洛伊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如愿以偿地做完截肢手术，脸上洋溢着灿然而幸福的笑容。不过，大部分外科医生都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面临媒体炒作和社会批判，在负面舆论的压力下，自己可能连饭碗都不保。除非有些 BID 患者为了截肢做出相当激进的方法，就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大卫·奥普肖，为迫使医生帮他截肢，大卫竟然把双腿卡在了干冰当中长达6个小时，完全冻伤。可想而知，一双健全的双腿使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他才会出此下策，这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其实，当 BID 患者陷入绝望，所有激进的想法都可能出现。曾经在佛罗里达州有一名男子向自己的双腿开枪，最后被送到了急诊室截肢。1998年5月，有一名患有 BID 的男子，79岁的菲利普·邦迪，向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外科医生寻求帮助。要知道，这位名叫约翰的外科医生在20多年前因进行多次失败的变性手术而被吊销了执照。可菲利普并不在乎，他就是希望约翰医生能够帮他变成一个残疾人。很快，在一家小诊所里，菲利普如愿的被切掉了左腿，他还支付了1万美元的手术费。随后，约翰把他送到圣地亚哥地区的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中，让他自行康复。然而2天之后，菲利普因坏疽去世。约翰被指控犯有2级谋杀罪。在审判期间，报纸报道了菲利普渴望手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有截肢癖，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最终，在1999年10月，约翰医生被判处了15年监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 ，BID 仍然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法。通常来说，需要行为疗法和抗抑郁药双管齐下，后者有助于减轻患者内心与身体畸形相关的压力，但它无法克服对患者截肢的渴望。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这一想法确实太过猎奇。但对于患者而言，他们出现的精神障碍正在一步步逼迫自己截掉令他们痛苦的肢体，这又何尝不是在努力自我救赎呢？不过有专家猜测，通过经颅磁刺激、脑深部电极刺激手术，或许能够激活 BID 患者大脑中活动减弱的部分，刺激脑细胞。总之，即便这条探索之路漫长且曲折，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了解，在未来有关于 BID 患者的身心治疗肯定会更加的完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 BID 这种罕见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